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看今天请来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欢迎；著名作家陆琪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红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来分享4位老师的生活智慧吧。生活中你的性子太急了，脾气又大，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感觉都喘不过气来了。明明是你干什么都磨磨蹭蹭、唯唯诺诺，我哪次生气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事惹我？你就算脾气再怎么大，也应该尊重我的父母啊。现在你跟我父母闹得这么僵，以后咱们怎么在一起？我一直是对事不对人，你父母做的有问题，为什么我就要一直受委屈呢？如果你不能站在我这边，那我们也没必要在一起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夏，26岁，来自四川，摄影师，有请小夏。女嘉宾小李，27岁，来自甘肃，舞者，有请小李，有请。你怎么气鼓鼓的，小李？啥气头？怎么了？小李，主持人，哦，别那么气鼓鼓的啊！你看他这个样子，一开始就急呼呼的，他什么事儿都要啊！我都要怎么了？咱们慢慢说啊，都别着急，好不好？他现在这个样子，还能说吗？能说能说。怎么不能说？就很多小事嘛。啊，你是怕他吗，孩子？不是，有点怕，我觉得应该是爱吧。哦，有点怕啊。跟这姑娘认识多久了？我们已经认识965天了。哎呀，我的妈呀，小3年了是吧？马上3年了。啊，那怎么认识的呢？我是做摄影师嘛。哦。然后我拍他。哦。现在想起来，你看那个男生小眼放光，你知道吧？还美好的回忆。对啊，那个时候他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现在每次我们去坐车，打车，只要一遇到堵车，他马上就会掉脸子。那我每次叫你出门，你就说等5分钟，等50分钟，一等就等半个小时。成都堵车你又不是不知道，每次非得就要赶上那个点，堵在路上什么事都干不了。然后地铁呀，地铁怎么？地铁也堵吗？地铁不会堵啊。对啊，地铁不堵啊。所以说他也加，那天是这样的，我们一起去坐地铁嘛。人本来就多，他一个劲儿的往上挤，他挤上去了，我呢，我一个人就留在地上，然后我下一班地铁赶过去了。他直接数落我，他说了，你吃啥都赶不上热乎的。那我说你不应该说的这个，我就来气。那天老奶奶走的都比他快，结果他一个人站在后边。但是我根本就不喜欢和别人有肢体上的接触。那也有男孩子挤上去了，你就挤不上去啊？不，照你这样的说法，如果一遇到什么危险，你不就直接就跑了，把我扔在这儿不管了是吧？那可不是，有危险我不跑了，我等着跟你一起死啊！你傻呀！有危险来了是你保护他呀！你就觉得是我性格原因，每次都说是我的错。那上次呢，我们在楼下散步，那个老奶奶站的那个道只能走一个人，她在那打太极。我上前就跟他理论了2句，你就说我又没有错，你为什么要说我？不是，我不该说你吗？人家是同栋楼的邻居啊，他比我们大呀，我们应该尊重他。后面我还跟人家道歉，然后又买水果去跟人家说不好意思。那你这个道理有问题啊！他年龄大，我就要尊重他。那我尊重的不是行为吗？他本来就做错了，况且我就是跟他争论啊，我又没有跟他吵。你回去就说我，你为什么要说我？不是，咱演示一下啊！大妈正在打拳，然后你说的什么？我就去，阿姨不好意思，你站到公共区域了，我们还要过呢。我们要绕路，要走很远。你是这样说的吗？你是这样说的吗？那我怎么说？你说呀。他直接就是吼的那种语气，根本不是他现在这种语气，就从旁边绕一下就过了。为什么要绕呀？那条路本来就是大家的公共区域，你要让我绕？忍让一点怎么了？不公平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忍让呀？行，我不跟你扯这个。你不要说话。你一天话说不清楚。不，这个事我还是得说啊。说，每天早上，他跟我定闹钟上厕所，必须要按时按点的上厕所。如果我起来晚了，直接就不让我上了。那
那谁让你每天都那么晚？叫你你不起，周六周天更好嘛。主持人他躺在床上一动都不动，我就问你不上厕所吗？那行，那我们就定闹钟，闹钟响我就一直喊他快去上厕所。结果呢，他去厕所待的时间那么长，叫他也不出来。我看手机在酝酿啊，酝酿情绪啊。结果你呢？不是看会儿新闻嘛？结果你呢？你干了什么？直接过来，嘣嘣嘣敲门。你快点啊！我要上厕所啊！我好不容易酝酿的情绪，一下就被你憋回去了。那你觉得你没有责任吗？你这是好习惯是吗？那你有没有看新闻上说，在厕所蹲时间长容易得病啊？都有毒气体，5分钟不就够了吗？5分钟够，5分钟谁够啊？那行，我们掐个表，你看我多久？哎，这个事儿就算了。你真这样，姑娘？还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去玩嘛，我和朋友走在后面，他一个人飞叉叉的走在前面。我叫他，哎，慢一点，慢一点。后面喊得他着急了，直接甩个脸子，一下就甩过来了。你急什么急啊？你慢点不行吗？那天因为啥？你朋友家住得远，我们出来要赶地铁，就最后一班地铁了。那我们不赶时间吗？打车回去不贵吗？不是，那你不能砸我手机啊？砸你手机？主持人，我要说，你把手机砸了？我有原因的。哦，听听啊。我站在那，我转过头来，我本来就掉个脸子，我这个人情绪来的也快，收的也快，所以没啥。他把手机掏出来啊，他录我视频。哦。哎呀，你很幽默啊！不是，等于他生气的时候，一甩脸手，然后呢？我录视频是有原因的啊。我本来就做摄影的，我喜欢记录生活中的一些小事，vlog 什么的。因为他平时动不动就生气嘛，着急嘛，我就让他看一看，他掉下脸子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就把手机抢过来了？没抢，当场没抢，因为他朋友在，给他留面子。留面子。然后呢？我回家把他手机砸了。把他粉碎吗？我还踩了2脚。这事儿不都过了吗？怎么回家还？你不是他没给我面子呀？已经砸过好多次手机了，就因为这些事儿。你以后就别拍了，真是。对啊，你不拍我就不砸了呀，你非得拍。还不是因为你急吗？翻篇吧，翻篇吧啊！认识了3年了，是吧？对未来有打算吗？要结婚吗？2位？有。我本来是想把那个房子买了，然后创业成功，然后给他幸福的生活嘛。我是这样想的，结果他一直催，一直催。现在我真的很崩溃，所以说我才不想结婚了啊。对，就非常崩溃，就我现在的生活压力特别大。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生活质量和现在的生活质量真的是天差地别。为啥会天差地别呢？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他就给我承诺，28岁时候买车、买房、彩礼，把我娶过去。对，你26嘛，还有2年早呢啊。结果呢，他现在工作也不稳定，然后家里情况也不是很好啊。上次就是因为买房的事情，跟他闹过一次分手。为啥呀？他本来答应的是8月份买房的，去年我一直催他到10月份去看房，他就一直不去看，找各种借口。那就是没钱呗。那你不要答应我呀！现在我们早点买，慢慢还，等到28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结婚了。然后呢，10月份、11月份。都快12月份了，我就天天在手机上看房，他什么都不管。我就问他，他说我不去，要不你自己去吧。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刚好那天赶上我父亲过生日，我就说那我们2个就安静安静一段时间，我回家待一段时间。他就走了。然后半个月之后，他就把钱凑齐了，把首付给了，但是现在还要差一部分要给别人还。但是你知道我承受多大的压力吗？我创业失败了，整个心情真的是崩溃。有些时候你不知道，你晚上睡着了，我一个人提着1瓶酒就上天台去了，自己在那儿喝闷酒。我看着星光点点的城市，我一个人，我感觉很孤独，真的。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理解我。你也有问题啊！你跟朋友创业做餐饮，明明知道中间人是个骗子。他把他的人安排到你们那儿，就为了骗你们钱。做饭做的难吃，把你们店弄的那个情况，管理一塌糊涂，天天丢东西。我知道这个情况啊，但是不好弄啊，这个。结果因为你这个就赔钱是吧？本来我们的情况就不好，你本来就欠着别人钱。对，
你们3个人一人欠10几万不算多，但是你还还别人钱，你本来就没有钱，然后你也不工作。我知道，你不要哭了。来，你过去，你别碰我。本来买房的钱就是借的，你现在也出去不工作，去年本来就不好，剩下后半年就是因为我演出挣的钱，我们才一天够吃够喝，我们上个月连租房的房租都掏不起了。然后你还买彩票，你不工作你去买彩票，每天都买，每次开奖都买。这都是你逼我的，我没办法，28岁结婚，我除了买彩票去搏一搏，我现在还有什么方式？你告诉我。你出去工作，你跑外卖都行呀。跑外卖能挣多少钱啊？1个月1万块钱，多久才能还完啊？你现在就这个态度，你现在就是不面对现实。你这样，你父母也对我那样，第一次去你家就给我下马威。怎么给你下马威了？好好说。我上次去你家，我没有洗碗，你妈直接当场就说，来我家你也不干活，也不洗碗，啥都不干，你金枝玉叶什么都不会，矫情的很。你来我第一次去你们家。不是，你能不能忍让一下？因为他父母啊。我第一次去你们家就要这样子，我还没结婚呢。我没有让你洗碗啊，不是我自己去洗的吗？是啊，你自己去洗的，然后你又别的时候过来，跟我吵架。我没跟你吵，是这样的，我妈跟他发个消息，他一直不回，又不跟他朋友圈点赞。我觉得老人哈，他们本来现在就是内心比较孤独，我觉得跟他点个赞，和他们平时沟通交流一下是没问题的呀。那你妈给你怎么说的？然后你就回过头来说我，你就说我不尊重老人，那我每天没有事吗？有些时候你给我发信息我看不到，我忘了回了，谁24小时盯着那个手机看呀？给你妈朋友圈点赞也是那事儿，你每次都因为这个跟我吵架。但你也不能把他拉黑啊，你这个也做得太过分了吧？我生气。看着其实挺让人心酸的，年轻人哈。是欠的房贷呀，还是什么钱呀？有欠房贷的钱，还有和朋友一起做生意欠的钱。数额很大吗？几十万吧。几十万呢？30多万吧。哦，那你不是按你这算法的话，你送外卖3年不就都还了吗？怎么能买彩票呢？其实平时我除了买彩票，我自己也在接单子在拍，我也在做摄影，但是现在我也没接到。所以说他就开始着急，他性格就从这儿开始转变的。有房子幸福吗？最起码有个家呀。幸福吗？最后幸福啊，过程可能艰苦点，但是我觉得最后我们都不会最后幸福，也许连最后都没有了。就当时为什么就不能说我们租个房子，感情好也就把婚结了呢？没有房子飘摇不定啊，没有个我们2个自己的空间，自己待的地方，永远都是租个房子不就完了吗？怎么了呢？我的观点就是永远要有自己的，而不是都是一直在别人那里。我给你个房子，你嫁我吗？不嫁。为啥呀？不是有房子就有家吗？因为感情是基础啊，我们俩有感情啊。所以呀，你着什么急呀？在这个问题上，你太着急了。我听下来，其实问题还挺多的，实际是从生活的小事开始。女生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你当时你是去把碗洗了，但是你用其他的事情来跟我吵架。今天其实我们听到的所有抱怨，都没有围绕进最大的那个核心。那个核心是那个男生说的那段话，就是当你在夜里睡去，我一个人拿着酒瓶坐在天台上宿醉的时候，你有关心过我吗？你知道他一个人在天台上喝酒吗？那后面跟我说过。你知道吗？知道。你是什么感受呢？难受。其实有一段时间让他买房子，我也后悔过。我觉得不应该这么逼他，我太着急了。我觉得我们2个在一起这么久了，我觉得他是需要开始准备一些东西了，我们慢慢的才会更好。所以其实你是害怕了，这就是你说的，我什么都要有。
一个人怎么可能什么都有嘛？其实你曾经有过最好的东西是幸福，是这个男人对你好。是房子有了，感情快没了。男生，就我很理解你，但是我对你现在的做法，我不太认同。就是越是这个时候，反而越应该脚踏实地的去。你们听老师说吧，就是我最后挺让我感慨和感触的哈，就年轻人的生活。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呀，他们真是从欢欢笑笑到吵吵闹闹，然后到哭哭啼啼。我觉得特别心酸，因为他们还很年轻，承受了很多的压力。爱情本来是让两颗心靠得特别近，当我们欢乐的时候可以共同分享，悲伤的时候可以共同承担，但似乎在你们身上已经背道而驰了。刚刚又说到了创业，我想对于年轻人来说，创业是一种热情和梦想，但是真正创业成功在我身边的是少之又少。我觉得像陆琪老师算是创业成功的，但是剩下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我觉得都是失败的案例。别说年轻人了，像我们有一定社会阅历的，都很难在创业上取得成功。所以如果你寄希望于创业来改变你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实现起来非常难。刚刚其实女生说现在还要还债，为什么不去做快递？你说那怎么还得了呢？一个月才1万块。可是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个债务是慢慢可以消减的，而且在你行动起来之后，我相信也会有新的机遇和新的机会。所以我希望跟女生说一下，如果你爱他，就需要你们共同去承担，去担当，少抱怨，多做事，多鼓励，往前走，好吗？谢谢。谢谢周群老师。周群老师说我创业成功，其实川哥应该知道，我20岁创业，我今年40岁，创业了20年，中间失败的一塌糊涂。我到30岁的时候，我身上口袋里50块钱掏不出来，外面欠几十万。30岁的时候，惨的不行不行的。35岁的时候，我懂了一句话：慢慢走比较快。这句话我35岁才会懂。我今天告诉你，我希望你30岁之前能懂。这是我对你美好的愿望。他要是懂了，就可以把房子卖了，先把贷款和钱还了，对，然后再往前走。慢慢。然后我说一下你男朋友这个事儿，真的，你男朋友我觉得挺好的。他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责任导致了压力，压力导致了动作变形。就他本来是个搞艺术的人嘛，但是你硬生生的给他定计划，给他怎么样怎么样，他只能转行，他只能承受这个压力，到最后他只能抱着那个酒瓶在天台上看城市的点点星空。他内心还是有一颗艺术的心。为什么要换赛道呢？在26、27岁的时候，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呢？因为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于他对你的责任。所以我个人建议，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做外卖其实挺好的，至少度过眼前的困难。第二个，不要放弃艺术的梦。我们可以一边做着外卖，一边继续拿着我的相机，我觉得是个挺好的事儿。拿着相机送着外卖，发现城市里面的点点滴滴，一路街拍，这多好。最后一个，你这样的性格，我觉得其他没有问题，但最后会导致一个结果叫什么？什么都做对了，但是不快乐。就是这句话，你自己琢磨，好不好？好，就这样，谢谢。哎，谢谢陆琪老师。我会觉得艺术也好，所有的生活里面东西是通的，就是脚踏实地，任劳任怨，你就干就得了，小伙子，别那么多抱怨。珊娜老师啊，有一句话这么说：少年经不得顺境，中年经不得闲境，晚年经不得逆境。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境遇，所以催着我们每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然后我们每天忙忙碌碌，从来不停下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我想跟男生说的是，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穷。如果你要是心穷的话，你就不会再为他富起来了。
而人穷的时候缺什么？表面上缺的是资金，其实实质是缺的改变的勇气和行动力。如果你要是有行动力，想要挣脱现在的境况，想要去改变，你一定不会被此境地而困住。还有一点，说你买彩票的这个事儿，你想要一夜暴富，你想要走捷径、超快道，往往当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你曾经可能为梦想努力的那个冲动和那股冲劲儿，就都慢慢消失了。那就是天上掉馅饼，不会掉你头上。去干一些力所能及、马上能改变现状的事情，你相信自己，当你迈出那一步，你一定会看到更遥远的路。而女生的性格太要完美了，可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不是如你所愿，不是如此完美的。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有一个老太太有2个儿子，大儿子呢卖雨伞，小儿子卖草帽。一到了这个晴天的时候啊，老太太就担心，哎呦，我这大儿子的雨伞卖不出去，可怎么办呢？到了雨天的时候呢，老太太又担心，哎呦，我这2儿子的草帽卖不出去，这可怎么办呢？然后有一个人就过来跟这老太太说，老奶奶，您想想，雨天的时候大儿子的雨伞不就卖得好吗？晴天的时候2儿子的草帽不也卖得好吗？所以凡事你不能全要求完美，学会满足、知足和感恩。希望你们能幸福，谢谢。谢谢山大老师。我努力在想，哎呀，他们一会儿闹，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是不是应该心疼2个孩子？但我还是没有心疼起来。你们有那么惨吗？你们生活在一个大城市，受了高等教育，有那么多的机会，有工作，还曾经有机会创业，甚至还有人借给你钱让你买房子。我们不怕说年轻从头开始，我们怕的是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哎，我就应该像什么什么一样，我才是幸福的。幸福是怎么定义的呀？你们想过吗？女生说28岁你必须给我买房子买车结婚啊，凭什么呀？你不能跟他分担吗？房子就应该他买，你不应该出力吗？而且谁说一定就28岁必须买房买车呀？你真住在那个房子里，就你现在这个状态能幸福吗？你看你一跟他吵架，那个眼睛瞪那么大，哎呦，我看了都害怕。这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你们才20出头，那么多欢乐，我们可以分享的东西太多了。哪怕是在城市的夜空，在一个租的房子里边，我们一起去看看星空，不能把心安住在当下吗？你们心中都太多的虚妄，步子不要迈得真的那么的着急，才能体会生活每一天的欢乐。是，我们都说生活要负重前行，但拜托，那个重是怎样的重啊？是我扛不动，还要硬去扛，还是说我心中有一个梦想，我充满阳光，积极的去实现我的梦？你们身上我都看不到。能不能把眼光安住在今天，看看我们今天这一天我们过的日子怎么样，我们怎么能从当中找到欢乐？人生的路还很长，你们如果决定了牵手前行，给对方的一定是彼此支持。这个人压力大的时候，我告诉他放松一下；这个人很苦恼的时候，我告诉他怎么能轻松一点。多些角度去思考人生，也许你们会快乐一点吧。祝福你们啊，谢谢。谢谢严老师啊。在我的想象里，大概一对关系很好的恋人，就是面临你们这种痛苦的时候，最难的时候，恰恰是最看感情的时候。抱怨显然是一种情绪宣泄，我可以理解。最后你要拿出办法的时候是什么？行动。当然了，就是把我认为最好的东西，把我们认为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去共同抵御。你们现在相当于面临的最大的敌人嘛，你们的敌人叫债务嘛，你们愿不愿意共同打败它，开创一片新的生活嘛？出现了问题就要共同承担，而不是抱怨。万一哪天你们俩分手，我说的是万一哪天你们俩分手了，突然有一天早上你想起来，
说曾经有一个女人上着闹钟到点就让我进卫生间，然后到了点我必须从卫生间出来，你会笑着笑着就流下眼泪的。一样，有一天你们分手，你想曾经有一个男人在我气成那样的时候，他突然掏出了手机，他要拍我，我气得把那个手机摔了，你肯定是开怀大笑，然后泪流满面，这不就是生活吗？你想想，有很多爱情它是碰不到那个最难时刻它就没了，你们应该觉得幸运，因为突然上天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对你们的爱情做一次考试，你们考得过吗？自己想。我现在愿意认清现实，愿意去找到另一种挣钱的方式，放弃买彩票这种想法。我最喜欢你的哪一点你知道吗？就是你生完气之后马上就忘掉，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你一直对我的好我也记得，平时没事在家就给我做饭，给我洗衣服。我是个急性子，经常会干很多事情让你生气。我会反思我的问题，我尽量改，我慢慢向你那边靠拢。我愿意做到跟你一起往前走，而不是我在家拖着你的腿。挺好的。最后留个命题啊，就是如果实在不行了，我也愿意把这房子卖了，你就出来。这是对女生说的，男生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我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脚踏实地的去挣钱了，你们就出来，好不好？谢谢两位，来请回。请关门。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我们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啊，小心被骗。来看看两个年轻人思考的怎么样，请开门。多棒！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就像是哭了。来，他走过。这个也没出息了，眼眶子也浅了，就看他们俩相拥而泣的时候，真是内心有一些波动。尤其听这女生说咱们不行就把房子卖了嘛，然后相拥而泣，这大概就是我们对爱情的一种见证。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我和他是在网上认识的，我们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爱好，但自从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他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单纯。我很喜欢他，我愿意放弃一切投奔他，但我觉得他总是很嫌弃我，我越是用心对他好，他越是不领情。他的想法总是很奇怪，我希望我们俩可以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走，可他总是用一些偏激的方式对待感情，为了达到目的从不顾及我的感受。我就是很简单的在跟他谈恋爱，他平时太爱跟我计较了，也没少挑我的刺，可是我觉得我俩还是挺合适的呀。有请这对嘉宾，有请。男嘉宾小杰，23岁，来自重庆，自由职业。女嘉宾小李，23岁，来自湖南，待业。有请小李，有请。欢迎两位啊！这个我看他们那个资料的时候，就充满了好奇。
啊，认识的也比较那个是吧？对啊，来讲讲你们的传奇故事吧。啊，我们两个是通过贴吧认识的啊。然后他之前不是在卖唱吧发了一个帖子吗？啊，就是发有没有去广州一起唱歌的。啊，然后我其实对这些帖子挺感兴趣的。啊，然后我就加他微信，然后就跟他聊了一些关于我们去唱歌的话题，然后后面就聊着聊着就感觉就火花了，是吧？对，就两个年轻人说要到广州去卖唱，是这意思吧？是。啊，去了吗？没有，没去啊。因为我有个前女友，我跟她其实已经分了，但是就一直在纠缠我。啊，我就寻思先把这个事情先整理清楚了，再去把她接过来。接到哪儿？接过来？因为她是湖南的，我是重庆的。结果她还没等我处理完，她就自己从湖南买火车票到重庆我住的地方的附近，然后租了一个房子。那我不是想给你惊喜吗？其实当时我还挺高兴的，一个女生嘛，为了我这样大老远的跑过来，我其实也挺开心的。但是我没想到的是，她过来没多久，她就把我前女友微信给加上了。那你们不聊天，我能加到她微信吗？然后她加上其实还好，然后她就各种的诋毁她，各种辱骂她。那是诋毁吗？你是心疼了是吧？她不仅要打字，然后她还要打微信电话，甚至最后不解气，她还把她线下给约出来。那肯定啊，线上她既然不回我，我肯定要线下把她约出来。不是你约人干嘛呀？我肯定是想让他们分干净啊。那你也不应该跟人闹，是他们俩去解决呀。他们俩其实去闹还好，就是他还捏造了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他说我跟我前女友在处的时候，已经跟他在处了，而且已经处了7、8个月了，而且我还去湖南找过他好几次。那我不使点手段，你们能分得干净吗？像你这样优柔寡断。就这样，我身边的朋友就觉得我一直在脚踏两只船，就原本是我前女友的错，就搞得跟我错了一样。后来呢？然后后来我不是很生气吗？我也就回湖南了。你又回湖南？他回湖南，因为我跟他吵了一架，就吵得挺厉害的。然后他回湖南，他又跟他父母闹啥？就闹得很厉害。因为当时我本来跟父母关系也不是很好，然后我父母也不赞同我跟他之间，然后他跟他父母闹了以后，他还玩离家出走啊，他就跑她闺蜜那去了。那这不都是因为你吗？过了段时间，她闺蜜就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天天夜不归宿，天天喝酒，各种在大街上大吼大叫的。然后后面我不就心软了吗？因为我本身就有点心软，我一直不管是前女友我都挺心软的。然后心软了，我就叫她回来了。他一给我台阶，我就下嘛。他回来以后，我就觉得我们能好好过下去了吗？聚会啥的，我都会带他去。他见我兄弟的第一件事总是先加微信。我加微信又怎么了？万一哪天找不到你人了呢？他最开始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是我发现他后面跟我兄弟走得非常近，就是特别铁的关系啊。我那是想融入他的生活，我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我只认识他的兄弟啊。然后他经常就是去帮我兄弟，就是上一次不是我兄弟准备跟他女友求婚。他去帮我兄弟各种操办，就是在网上买那些气球，各种挂件。然后虽然说最后求婚是成功了，但是我觉得他跟我兄弟认识也没多久啊，要去帮他这种操办，而且他求婚那天我也不知道，我兄弟都没跟我说。我也只是单纯的想帮助他，因为我觉得那是他的兄弟啊，我帮和他帮不是一样的吗？听明白了，你哥们儿现在跟你不好，跟他好了，是这意思吧？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他接近我的兄弟。不是为了真的跟我兄弟好，他是为了控制我。你看吧，他总是觉得我是有目的的。对对对，你说说为什么觉得会控制你呢？啊，就这样说吧，因为平时我不是会跟我哥们出去玩嘛，有好几次都这样，就是我兄弟喝醉了，他就搂着我的肩膀，他说，你这个女朋友比你任何前女友都要好，你一定要对她好，你如果对她不好，就肯定是我的不对。他跟我兄弟认识也没多久，他就已经把我兄弟给收买了一样。只要我们一有矛盾他都会去跟我兄弟说，跟我兄弟说以后，我兄弟都是直接过来就指着我。明白了，就你现在很孤立，对吧？对，你的哥们儿现在变成了他的铁蜜，是吧？对，厉害呀，姑娘！而且因为我的工作原因，我平时不是有一点异性同事吗？不是有点，是很多。真的没有多少，就很正常的沟通。然后他觉得我跟那些女同事就有什么关系一样，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那你们半夜发信息没有关系吗？因为我下班比较晚，我是唱歌的嘛，在酒吧唱歌，下班比较晚，所以说3个半夜聊天也是挺正常的，就聊的是公事。然后他就去跟我哥们说我在外面乱搞什么的，然后我兄弟就过来指责我，我就真的很不舒服。所以你会觉得我周围的环境越来越不好了，是吧？对，不仅仅是我兄弟还有谁？因为我本身是学音乐的嘛，我还有个老师，
老师关系也跟我特别好，别人就跟朋友一样。有一次我不是吃饭嘛，我就带他去，他见了我老师第一件事也是加微信，时不时的跟我老师聊天，甚至他还直接拜我老师为师。然后有一次我老师过生日，然后他就找她闺蜜借钱给我老师送了一套琴弦，好几千。那不是你没送吗？所以只能我来送了呀。对，他送礼物我也不知道啊。然后我老师就很帮他说话。就有一天突然就问我，他说：“你不是要去广州卖唱吗？”因为我这样我都没跟我老师说过，我都很懵，知道吧？然后我说是，然后我老师就跟我说，他说：“你想去广州卖唱，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资源，多好啊！”但是他后面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但我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把他给带上。不管你接演出，你还是接什么，你都必须把他给带上。如果说你不带上他，你就是对我不恭敬。而且如果说你在广州那边对他不好，他就只认他不认我。”我老师就只认他不认我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我觉得他就已经把我老师给控制住了。你看他总是喜欢乱想，总是觉得我在控制。你是大徒弟，人家是小徒弟，哎，师傅喜欢小徒弟也没什么。姑娘你厉害呀！后来我不是就不想去广州了吗？我觉得他已经成了我一个筹码了，我就真的不是特别想去了。这都是借口，你就是嫌弃我了。然后我后面我不是就想再重新安稳一点嘛然后他总会莫名其妙的跟我吵架嘛。然后我就想给他找一份工作，他是学舞蹈的嘛，我就让他去跳舞，因为我兄弟是接商演的，我就让他去跳舞。结果因为我兄弟说话比较直，第一天他跳完回来以后，我兄弟就直接跟我说他身材，他就是嫌我胖了，然后拿他兄弟当挡箭牌，说他身材不太好，然后我就实话跟他说了嘛。他要说他是跳舞的姑娘，我觉得你这身材管理稍微差一点，因为你还要接演出嘛。确实需要管理一下。我只是把我兄弟的话带给他嘛，然后他又跟我吵。他让我减肥，后来不是减了吗？他后来其实减了，但是是因为其他事情减的。有一天他突然问我，他说我唱歌下来有没有被别人搭讪过？然后我就实话实说嘛，我就说有，对，有嘛。然后他过来了一句，他就说我怎么没有被人搭讪过？然后他回去以后吃饭跟我正常吃，但吃了以后他回去要催吐，然后疯狂的运动，然后疯狂吃减肥药，疯狂减肥。这种非常无法理解。那你不是嫌我胖了吗？那我为什么要减啊？我觉得减肥也应该是慢慢来，不应该这么急躁啊。他觉得我是病态的减肥，总觉得我很偏激。不是，他当时减肥其实就是因为没有人搭讪他，他想让别人搭讪你。你减肥是为了有人搭讪。现在你们俩认识多久了？我们认识1年。就像这姑娘这性格脾气，她应该已经见过你父母了吧？没有见过我父母。没有，他不让。为啥呀？他不让，他一直不让我去见。我不敢让他去见，我怕他像控制我兄弟一样，把我父母也给控制住了。我本来我就一个兄弟一个老师，都给我控制住了，我还能干啥？哎，你去过湖南看过他父母吗？我也不敢去。他父母根本就不同意。我想带他见父母，是因为我想向父母证明他不是混混。我父母一直觉得他是混混，然后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些事情，然后他父母还叫他回去，说在湖南那边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嘛。他父母还威胁他，他说你如果说不回去，咱们就断绝关系。我就寻思，要不你先回去吧，没有必要把家庭关系闹得这么僵啊。然后他后面还跟我说，你让我回湖南可以，你必须跟我回去。如果说他父母待见我，咱们就好好过，如果他父母不待见我，咱们就私奔。我觉得这啥年代了，他还跟我谈私奔。可一开始你不就答应我的吗？我们一起去卖唱，这不是？这卖唱也不是私奔啊。他后面说了一句更过分的，就是说他就把户口本偷过来，我们偷偷去把婚结了。我觉得我们俩还没有到谈婚论嫁这个地步啊，承认是。说明你不够爱我。他根本就不会站在我的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是，你还没做好结婚的准备，对吧？没有你现在只是跟他一个恋爱关系，对吧？对。所以你打算娶的人未必就是他，没错吧？没错，这是事实嘛。所以姑娘，你搞错了嘛。你是从爱情到婚姻一路奔过来的嘛？小伙子现在就是爱情和浪漫。因为我觉得婚姻大事嘛，本身就是要父母双方都很高兴嘛，没有必要闹得那么僵。可是我觉得爱一个人就应该不顾一切啊！我觉得他做事情都非常极端。我抛弃了一切，从大老远从湖南到重庆来找你，你就一点都没有感动吗？我感动是感动，但是你也不能不顾我的感受啊！你总要为我考虑一下。总是让我顾你的感受，我哪里没顾你的感受了？我对你那么好。他是对我挺好的，但是我觉得他总要顾一下我自己。我从来没有对一个男的这样过。你接受他跟你分手吗，姑娘？我不接受。你接受他已经不再爱你的现实吗？我不接受。那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是谁要来的呢？今天是我要来，我想把之前的事情都解释清楚，让我兄弟他们也能看见。你就知道好面子是吧？
面子和我哪个重要啊？其实他还有更过分的事情。什么事儿？就是我不同意回去嘛。啊。然后他跟他父母说要来重庆接他，就是把他接回去。啊。其实我本身我都跟他说了，我不想见他父母。他说强制性的想让他父母来接他，然后就变相性的就见我了吗？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顾及我的感受，他是想通过他的父母来控制我了，已经。我没有想控制，我只是想向父母证明。那你父母去重庆接你了吗？没有啊。为啥不去啊？首先他不同意，然后我父母也没有那么闲。你还知道啊？你还知道你父母没那么闲啊？你是够闲的哈！哎，气死人！这孩子，后悔吗？不后悔。还爱他吗？挺喜欢他的。啊，不再爱了是吧？我觉得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吧。需要时间分手，还是需要时间再爱啊？需要时间分手。所以男生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等于一个女孩子的到来，让这个人所有的生活全变了嘛。然后你突然发现你现在是一个孤家寡人，对吧？对。女生其实特别委屈，没错吧？就是你为了这个男人，你讨好了他周边所有他认为重要的人，让那些重要的人对都成为你的朋友，对吧？你为了他，你不惜跟父母闹翻了。我觉得，如果我爱一个人，肯定是要不顾一切的。爱情本来就应该轰轰烈烈啊！哎呀，行吧，两个年轻人应该怎么办呢？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好不好？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是不是女孩都常常会犯这种错误？只愿君心似我心，是吧？定不负相思意。可是现在，君心已变，你的相思意也只是一厢情愿了。可是我觉得我们俩就应该是很配的呀，我们俩就应该走到一起。我不觉得你们俩很配。可能就是因为一些误会。我不觉得你们俩很配，姑娘。我现在放眼望去，我觉得小伙子的外形配不上你。你有着青春的气息，我觉得反而小伙子看不到这种挺拔阳光的精气神儿。也许你会说你被女生控制住了，但是我在想你为什么会被他控制？他如何对你，一定是你默许的。他反反复复用这样的方式对你，你一直在接受啊。所以我看到你其实在现场整体的状态不是我想象的那种艺术青年的意气风发，我觉得你很阴翳。所以女孩，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会在他面前反反复复用这种极度不自信的方式来控制住一个男孩。似乎我觉得男生和女生之间应该是男生更主动来呵护你，讨好你身边所有的闺蜜和好朋友。现在反过来了，我觉得你会让他很害怕，而且我会担心你会不会极端，因为你觉得你倾尽所有，付出一切，他怎么可以放手呢？你肯定不甘心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亲爱的孩子，这就是事实。我们既然有勇气去爱，去接受一个陌生人来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就一定要有勇气去接受这个熟悉的人很快变成陌生人。你一定要学习这个过程，而且一定要学会，当对方已经没有爱你的这种成分在的时候，松开你的手。哎呀，这个是老妈妈的一个感慨啊，真的好啊，我真的很担心啊，尤其是那句，你要接受一个你爱的人，你熟悉人，有一天突然离开你，我真的很担心。特别人生感。我相信这个男孩其实有顾虑，为什么他说我要慢慢的用时间来跟他分手？他可能也有顾虑，会担心这个女孩的性格中有一些极端的一面。对，所以孩子不能因为爱另外一个人失去你自己。我说的这个失去，包括你的健康，包括你的思想，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的灵魂。好好爱自己。拥抱别人的时候，手不要那么用力，可以用力的拥抱自己。好孩子，你的爸爸妈妈会特别用力的拥抱你，你也可以用力的拥抱他们，但是在爱情当中，我们留一点点空隙，好吗？谢谢。谢谢老师。说的我热泪盈眶。这个确实是一个母亲对一个孩子的一段话。
姑娘，你好好品味品味周老师这段话，我真是听着啊。来，陆琪老师。小李，我尤其听不得一件事，就是我和爸妈关系不好。我特别听不得这句话。一般情况下，如果父母真的不是很过分，子女和父母关系不好，这子女得作成什么样？你们这个爱情呢，其实也不少见。你给他编一只网，他很敏锐，他感受到这张网了，你还没编完呢，他已经感受到四面八方这张网已经编成了，他在这个网里面他就出不去了，所以他现在要跑。问题在于，你为什么必须要他爱你？你刚刚一直在说不顾一切，恰好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那个人说一句话，说爱情是什么？爱情叫不顾一切的心甘情愿。哇！当时我看到这句话惊为天人。后来我一想，不对，为什么不对？你不顾一切的心甘情愿，要看他要不要啊。你不顾一切的心甘情愿，他万一不要呢？那就变成了什么？我送你4个字，叫情感勒索。你在做的所有事情让他感觉为什么那么不舒服，因为你在做情感勒索。你让他的兄弟跟他说，你让老师跟他说，你在台上一次次跟他说，我为你付出那么多，我为你来到这儿来到那儿，我为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都是情感勒索。你燃烧自己不是为了去勒索别人的，甚至于你爱一个人都不应该燃烧自己，收一收，想要去控制住，想要去网住他那个心态。情感勒索我们每个人都会，其实跟孩子说，你看爸爸为你做了那么多，爸爸为你放弃了工作的机会，你爸妈肯定对你也有，但是这种事情只是点到为止，偶尔为之啊，不能把它变成一种日常，变成日常之后他一定跑。回家好好和爸妈道个歉，让爸妈再次的好好来审视这样的男生，审视你的人生。就这样，谢谢啊，谢谢陆琪老师。陆琪老师刚才说到那个爸妈说那个为孩子付出的这个事儿，我特别有感触。我伤我妈最深的一次就是，我妈说，我为了让你去坚持这个上舞蹈课啊，这样一些这个课外的班，然后我就放弃我的工作，然后一直陪你去上课。然后那个时候青春叛逆期吧，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又没让你放弃，你自己愿意放弃的。然后我妈这句话记到现在，就觉得很伤心。所以我觉得这种道德式的绑架，其实是会让承受的那一方会有压力。我接着说啊，爱情有2种模样，一种让人度日如年，一种让人度年如日，形容的正好是你们2个人对于你们现在这段感情每个人的状态。一个真的爱你的人，生怕给你的不够多，但一个不爱你的人，生怕你要的太多。姑娘，好的一个爱情的状态是3个字儿，输得起。但你现在明显输不起，你觉得自己付出了那么多，然后得不到回报，你不甘心，不平衡。但是你不觉得你自己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吗？你做的那些所有的事情，你觉得是他需要的吗？你感受到他给你了多少的爱？或者你有没有静下来好好问问自己，他到底爱我吗？如果一个爱我的人，我帮他的朋友去策划一些东西，他不是应该感到幸福吗？我女朋友多懂事儿啊！如果一个爱我的人，我去跟他的老师拉近距离，他不应该感到幸福吗？所以你有好好的想过这个问题吗？你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情感绑架对方。所以我希望你好好想想，你爱的到底是什么？你爱他这个人吗？还是爱那种撕心裂肺爱的感觉？他不理你，你就喝得酩酊大醉，然后闺蜜给他打电话。其实静下来好好问问自己，这个人爱不爱我？这个问题挺重要的。最后送你4句话：缘分不强求，余生别将就，等到对的人，携手共白头。谢谢。
好，谢谢莎娜老师。大家都在说女生的问题啊，女生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我也想说说男生。就可能现在有很多年轻的男生，当遇到一个可能某一点打动自己的女生的时候，进入的太快，不加思索，放弃的太快，不加努力。你想想是不是你自己？前女友还七扯八扯没扯清，一个在网上贴吧里遇到的女孩子就忙不迭的去看她，你有那么着急吗？当发现这个女生有你不喜欢的地方，你不去和她认真沟通，忙不迭的说天呀，我被她控制了，我要不跟她好就众叛亲离了，一点点都不愿意承受，一点点都不愿意坐下来去体会这个女孩子的心，忙不迭的说我得想办法和你分手。什么都是你要的吗？感情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喜欢的时候你也是不顾一切啊，有威胁的时候也是不管不顾的，咱们拜拜吧。你觉得这样对一个女孩子公平吗？不公平。但既然事已至此啊，解铃还须系铃人，你们自己就需要好好的面对面的沟通，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我认为你们真的不适合在一起，因为这个男生承载不了你的轰轰烈烈。一，他不够爱你；二，讲白了，你也不够爱他。什么叫轰轰烈烈啊？那是我愿意为了你努力付出，让你快乐，甚至不惜牺牲一些我的感受，改变我自己，这叫轰轰烈烈。你的轰轰烈烈是完整了自己。我想象中的爱情就是这样，就是寻死觅活，喝酒哭泣，不顾一切为了他抛弃家庭和父母为敌，这是完整了你内心的感受，和他无关哎。所以女生，我觉得你也不要太执念于自己营造出来的那种所谓的爱情。咱青春可以燃烧，但适可而止吧。放过自己，也放过他，你们重新去开始新的生活，把快乐留给自己吧，好吗？希望你们都能长大，谢谢。谢谢严老师啊。回家，梦已经做过一场了。我觉得关于爱情的梦，人一辈子总得做一场。你这场梦做的其实还挺完美的。你应该离开他，因为我们在这段情感当中看到的不是爱情，看到的是两个年轻人编织的一场所谓文艺的梦。这个文艺的梦叫我们一起去流浪，去远方，去弹唱，我们依偎在雨中，依偎在天桥下的那种浪漫。这个梦不都做完了吗？做完了就回归现实，该干嘛干嘛。如果他真的爱你，他念这份情，他会到湖南去找你。如果他不来，你就放手吧。需要脚踏实地，也需要梦想，保留自己纯真的那一部分。不要因为遭遇了这个不再相信爱情，勇敢一些。周群老师那句话还是送给你们，你要做好一个爱你的人随时离开你的心理准备，并接受他。哎呀，剩下的时间交给你们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可能平时我爱你的方式是错的，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你。我们之间存在了很多误会吧？如果说我改了，你还会原谅我吗？我觉得我们之间真的有很多三观上的，还有其他方面的，真的让我挺接受不了的。我觉得我们应该都想想，都好好想想，都应该冷静一下。有我的意义，想着你，爱着你，继续。好了，谢谢两位，请回吧。来看这段年轻人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我相信这对年轻人来说就是一段成长的经历，一段成长的过往。在追梦的路上，脚踏实地是多么的重要。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
有网友提问说，我们大学的时候在一起的，现在结婚7、8年了，有一个8岁的女儿，2胎也马上就快出生了。可是他一直都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年轻时候爱玩也就罢了，当了父亲还是那么不顾家，每天泡在他的舞蹈工作室里。舞伴还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这很难不让我怀疑，是不是我们的感情出现了问题？我们还能继续下去吗？年轻的时候，你的先生爱玩，你就没有在意。就千万不要指望他当了父亲之后有翻天覆地的改变。有一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祝你自己幸福吧，谢谢。要特别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